小心点啊！哎，好嘞。别说话。行，这个好。赵全，到那儿了。贺娘子，这真不错。是。你所求之事我都已经替你办好了，你还来这儿做什么？不是，干活啊。我听姚公说，贺娘子不止于眼前，而是要做出千世流芳的佳词。那这种事怎么能少得了我呢？再说了，我给你添了这么大麻烦，我不得肝脑涂地的还上啊？怎么了？侯爷从小就是养尊处优、用精瓷的主，干不了这做瓷器的粗活。我不挑。我是说，越精细的人，就得干越精细的活。贺娘子，知我莫若你呀！我就是个精细的人啊！你想，我那会儿学那个扎针的时候，那我只能扎自己啊。你这粗活我干不了，我只能干精细的活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侯爷想试试，就试试吧。哎，哼，糙人。这是不是最精细的活啊？拒婚？他虽然没有这样说，可是刚刚赐了婚，他便把腿给摔断了。若非命里带衰，便是刻意而为之。不管是哪种，总不能让她嫁给个跛子吧？我本来就不想嫁什么淮阳王，春猎时他半分都不让我，当了驸马还不知道要自傲成什么样呢，摔了好。看看，看来武华对淮阳王确实无意，这坠马呀，倒成了天意了。事在人为，他这么做，必是没有把姑放在眼里。那皇兄不经我同意就赐婚，可有把我放在眼里？想来崔兴周这个孩子把他摔得尽碎，半瘫在床上，世上岂有这样的人为了拒婚自损成这个模样？只怕他是故意如此做给别人看的。他之前还请旨。请什么旨？妾身倒是觉得淮阳王腿伤是真，故意坠马也是真。太皇太后赐婚，除了器重，也是为了保淮阳王的周全。可淮阳王手中本来就握着重兵，还刚刚立下不世之功，若在此时成为驸马，朝堂内势必又会起一番风言风语。因此，妾身猜测，淮阳王先是由驸马的消息传出，再以保护北周王幼子的名义坠马，如此既能成了曾祖母的情，让北周王彻底不能动他，也在向陛下表态，表明自己不会居功自傲，结党做大。曾祖母，我还有些公事要办，先退下了。雪霁呀，哀家觉得你说的有道理。皇后娘娘，陛下召您入启英殿。
陛下，坐吧。还没有用过午膳吧？这些都是为你准备的。谢陛下。吃吧。是。陛下、娘娘慢用。妾身知道，陛下情绪不佳。今日永寿宫，妾身说的那些话，虽是为了安抚太皇太后，却服了陛下的意，还请陛下恕罪。这该不是最后一顿了吧？姑只是想平静一下而已。看妾身吃饭，平静。吃吧。你又来这儿做什么呀？有你这么薄情的吗？你也不问我这条腿，我疼的，我昨日晚上我是怎么辗转入眠的？我这腿是不是在你们这伤的？我那小药养不好，我就来你这儿养。北周王府有最好的郎中，王爷请回吧。那行，那我就去告诉北周王，我这条腿是在你们乔家伤。薛清昭，你怎么跟个赖皮狗一样？那不认主吗？那你既然认了主，我怎么安置你都可以吧？啊！哎，不用这么快。古有名曰“懒人拦冬吃饼，活活被饿死”。我看王爷也不像是好吃懒做之辈，
我们北周河道修得好，王爷励精图治，早就想来看看了吧？那倒也不必如此。你呢，就在这里坐上2日，到时候河道会修了，腿脚也好了，就自己走回去，两全其美。哎，我为什么要坐上2日啊？那2日能恢复吗？我现在是个废人啊！刘，我刘面堂，刘面堂，你没事吧？手划破了，疼啊！你到底是手疼还是腿疼啊？那腿也疼啊！呀，这手都吐出皮了！啊！哎呦！你突然过来，家里也没有准备多一个人的口粮，凑合着吃吧。蟹黄拌饭，给我做的。你想太多了，这个时节哪里来的蟹黄？这是赛螃蟹，是用起沙的咸鸭蛋做的，被骗了吧？你没事吧？哎呀，你要实在想吃，我明日去给你买些螃蟹就是了。只是这个时节，螃蟹里没有黄，你肯定又得去。你还给我做？哎，物件儿一个没卖出去，账本没少记啊。别总愁眉苦脸的，若是缺本钱，本侯可以入股啊。这不是银钱的问题，说了你也不懂。你不说我当然不懂了。不瞒你说啊，本侯爷通过这一段时日，
如今是烧得一手好夜壶。再说了，我是不是你最得力的伙计？我难道不应该知道我的掌柜的每日在愁些什么吗？你当真想知道？啊，那你跟我来吧。走。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何真，咱可说明白啊，我只是来干活的，其他事儿我还没想好。你闭嘴吧。但有时候我也不是那么的正人君子。这是我偶然烧制所得，虽不够完美，但却最接近我心之所想。可之后我无论如何再去调制每个阶段的温度及釉水，都再难以达到这种水准。你刚刚看到的册子，就是我每次尝试的记录。我觉得这些都很好啊。他们都不是我想要的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哎。啊！我知道你没睡。你走的这些日子，我是疯了一阵子。不过最近，我倒是清明了些。你离开的这段日子，我好像想明白了。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喜欢什么？想要什么？我好像都明白了。你想要的，自始至终都是一份平等的感情，就像是那等秤上一颗小小的铜锭，若是有一端失衡，哪怕只是多了一片红毛，你也绝不允许自己处在这样的境地里，你宁可潇洒离去，孑然一身，你就是如此的骄傲。我喜欢你的这份骄傲，我也想守护你的这份骄傲。我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娇养在小宅里的娘子而在意你的，当我知道你是陆文的那一刻起，我便彻底的想明白了，我在意的
是与你棋逢对手的感觉，是你无论身陷何种境遇，都可以破局的志气，还有永远活得肆意潇洒的秉性。我心悦的是全部的你。说的好像你很了解我似的。我不敢说自己全然知晓你每一刻的心思，但是我可以尽自己所能去体会。绵堂，自西周一汉而去，我知道你没有一刻放下为镖局的弟兄们复仇，回北周也是为谋定而后动。这些你未尽的心愿，未尝的冒险，未了的过去，也慢慢变成了我放不下的。我想要跟你一起去经历。在你的面前，我从来都不是什么王爷，我只是一个想要与你一起牵手，一起共度一生的寻常男子罢了。但你并不是寻常男子，王爷。你我之间始于一场骗局。或许在灵泉镇，甚至在北周，都是可以有一时半煞的家家酒，消渴度日。可大梦总有醒的时候，我不想日后记起你，尽是后悔。那就不要一时半煞，我要娶你，我们共度这一生。人世间又不是只有这一种活法，难道不养在王府里的，就都是卑贱的污泥不成？今后别再提让我做妾之事了，谁爱当谁当去。谁让你当妾了？我要娶你，自是让你当淮阳王妃。你我身份悬殊，我更不可能觊觎王妃之位。况且王妃的人选又岂是你一人之言？王爷的好意，绵堂敬谢不敏。我母亲已经答应了，何况淮阳王府又不是龙潭虎穴，我母亲每日茶会戏社忙得很，你晨昏晚安能见到她就不错了，担心什么呢？那也不行。你何时变得这么瞻前顾后的？你不是锱铢必较吗？那我骗了你一场，你就不应该这么轻易的放过我。你想要什么？不管是银钱还是人，只要我有的，我都给你。要银钱，我大可以自己去赚。那就是要人了。崔行舟，你几时变成市井无赖了？今夜我留你在这里养伤，明儿一早你就给我回去。我回哪儿去啊？你在的地方，就是我该去的地方。这盘棋，竟又让你给盘活了。承让。哼哼，看来淮阳王平日里是寻不到对手，跑到老糗这儿抖威风来了。我也是想收着点儿，逢迎你老人家，但是我想到了乔家的家训：敬奉强者，那伏低作小；
未必能博得您老的欢心啊。逢迎拍马之辈，怎么能配得上咱们的绵堂呢？而且我都想了，将来若是有人要娶我的女儿，我也定让他找一个有本事的。再来。崔行舟，乔家已收我拜帖，今日便登门提亲，黄昏再归，请静候佳音。如果你想娶绵堂，那就每日晨昏定省，与我对议。嘿嘿，老夫可以考虑。不如我将您一家子迁到真州，再给您置办一个上好的宅院。胡说八道！老朽一生志业全在北地，怎么能轻易跟你去真州？哼！但是晚辈身居淮阳王之位，我也不能。一给你立规矩，你就立刻给我摆起王爷的谱来了。不，我是不敢轻许承诺，这也是绵堂跟我说的。一口一个绵堂丫头，这世间的便宜岂能都让你一个人占尽？他在北州的生意才刚起势，怎么可以轻易随你去真州？若你想娶绵堂，那就舍弃你淮阳王府的一切。你可如何选？这是您老人家的气话，还是绵堂的意思？谁的意思并不重要，王爷你也做不到。舅舅，崔行舟呢？绵堂啊，外祖父方才好像办了件错事。什么？外祖父可能，也许替你拒婚了。柳娘子是吧？见过管事。赵侯爷与小人打了招呼，柳娘子是淮阳王故人，想来请见。只是，淮阳王如今不在府上。那您可知他的去向？昨日就说要回真州，我家王爷备了一车行李送淮阳王出了府。结果今儿晌午他又回了一趟，拿了些纸笔文牍，似是情绪不太好。也不搭理小人，更没交代说要去哪儿，然后便又走了。依小人看，王爷这次该是真的动身回真州了。有劳了。啊。你走了这么多时日，我一直都寝食难安。入梦若是没有你，夙夜无趣；入梦若是有了你，彻夜难眠。
你离开的这段日子，我好像想明白了，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喜欢什么，想要什么，我好像都明白了。我在意的是与你棋逢对手的感觉，是你无论身陷何种境遇，都可以破局的志气。在你的面前，我从来都不是什么王爷，我只是一个想要与你一起牵手，一起共度一生的寻常男子罢了。我只拿爵位跟他开了个玩笑，他总不会当真吧？世上哪有这么实心眼儿的人呢？王爷怎么还不回真州啊？自是要给你一个交代才回去。那你可听好了，其实我外祖父说的那些……你先等等，你先听我说。真州是我父亲一手平乱，耗尽了半生心血才打下来的。真州的黎民百姓也受淮阳王府的庇护已久。我的母亲还有兄嫂，也活在官爵的硬币之下。为了他们，也为了我父亲的遗志，我不能那么自私，放弃淮阳王之位。这么直白的跟我开场，就不怕我生气吗？怕，但我更怕像过去那样欺骗你。那王爷怎么还如此清闲，还不赶紧800里加急回去守护你的黎民百姓？哦，是因为腿瘸了走不了路，还是说心里越想越生气，想一竿子把我打晕扛回真州啊？那你可听好了，我这几日吃胖了，你那双烂腿撑不住的。我是想让你看一看我们的未来。这上面记录了我1年的日程纲要，你看看。这是你1日里写的？啊，我仔细算过了，夏秋王府事务繁多，若是我集中精力，5个月便可处理妥当。再扣除一些公差的若干时日，1年里面，我至少可以留出4个月的空闲到北州陪你。再算上休沐和年节，日子还能再多一些。我都记在上面了。你不必这么……先不必着急，我还有东西。这个是王府的腰牌。还有这个是我加盖了官印的亲笔手书。有了它，你就可以随意的往来我所在的各地州郡，也可以自由的出入真州军营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走到哪儿，让我跟到哪儿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想着你行镖得空的时候，那我们或许可以在其他的州府见上一面。外祖父的担忧我理解，我也尊重你的选择。就虽然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立刻的放弃淮阳王之位，但是万事总要有一个解决的对策，对吧？还有，如果你愿意给我机会的话，我一定竭尽全力。我想要娶你。我现在不是要强迫你做出什么决定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如果你现在还是不愿意的话，我保证，我不会再去烦你。我不愿意。
不想知道为什么吗？不必了。真州六月黄，鲜美无比，远比北州的更好吃。若是一味的留在北州，那岂不是错过了很多人间美味？况且我也不想错过。你说你不想错过什么？你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啊！我只是一介小女子，可不是什么大丈夫。反正我之前认识的那个说一不二的陆文啊，他就不会这么扭扭捏捏的。那个淮阳王闻弦歌知雅意，也不会这么刨根问底。对了，还有一事，我与隋王一党还有刻骨深仇未决，总有一日，我是要了结了这一桩的。巧了，我也正有此意。夫人，无礼，婚书都没写，你再这么乱叫，万一被我外祖父听了去。算了，今日也是他欠了你的。欠了我的？什么意思啊？哦，那不是你的意思呀，是外祖父说的。有一个臭棋篓子赢了棋，还要耍淮阳王的威风，我外祖父顺嘴敲打敲打，没想到还真有人当真了。那都是我的真心。罢了，反正我这个人坦坦荡荡，就是不知道我对面的这位，他什么时候能够坦坦荡荡？我一直都很坦荡，只是人啊，还是得深思熟虑，不然岂不是又稀里糊涂的叫人夫君？哎，登徒子，你签了婚书了，那就不是登徒子了吗？那还不赶紧让你的淮阳王府送婚书过来，免得我一会儿变卦。婚书可以让光彩兄代签，此刻就可以去。幼稚，书司衙门都关了。你怕了？谁怕了？那走啊！走就走。你先走。看你追不追得上我。我腿疼，我不敢试。哎。深夜击鼓定是大案要案，我来北州还没遇到如此紧急的案情，行快些！堂下何人击鼓鸣？怎么是你二人啊？看看我说什么了？光才兄尽职尽责，必会开堂。唉。深夜击鼓，可有何冤情啊？哎呦，冤家，结情，还要烦请李州城为我们作保，开具婚书。
仔细着点儿，这可是未来的淮阳王妃，她的东西磕了碰了，仔细把你们通通发卖了都赔不起。这都是外祖父给我的嫁妆，你们放心搬抬。也是，咱们这小门小户的，只怕你是瞧不上呢。绵堂啊，怎么说你也算是乔家人，我这个做舅母的是真心盼你好。可说句不中听的话，一入侯门深似海啊，这门不当户不对的，只怕你日后要遭罪了。可王爷待娘子好着呢，就这聘礼都摆了整条街去了。你个老婆子懂什么？啊，是。绵堂啊，别看王爷线下是把你捧在手心里护着，等你进了门，他厌了倦了，你连个倚仗都没有啊。那我就先将眼前的快活日子过了，大不了今后就再回北周来，重新立回我的女户，也有镖局的营生，怎么着也是有退路的。你就嘴硬吧，这王府可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儿，你呀。宫里来人了，是来宣旨的。秋自流水过，夜消回。日落，重逢时还不忘大致因果。谁偶然经过，一转身海棠飘落。爱对了，错认的悲欢离合。谁不是千万里流？相守一相别，荡过春水有力纠结。一双缘，一恨缘，心与心共眠。就藏月眼眸的明明灭灭。黄昏庭前化作夜开几朵。莫追究细雨里半生烟波，放那些深爱与分了，无知无休。平生缘像场空，还有许多。谁不是千万里流云暮雪？相守一相别，荡过春水有力纠